Hello，欢迎来到我的这个魔玩闲聊时间啊。没错，这期又是一个偏闲聊向的一个视频，就边玩玩具边聊天。今天我们来看个下半年的新品，工作室系列的变4飞岸金刚，当然也是人造金刚。D 级的 KSI 建能集团的寡妇制造者 Widowmaker。我们简单放个片头过场吧。我手头这只是这位朋友好价出给我的啊，感谢出物，210块钱，对快货来说是很好的价格了。喜欢的朋友呢，建议等大货，貌似现在很多反斗城都已经有现货了。像这种冷门角色跌到150以下绝对是没问题的，如果120块钱入的话，算是很好的价格了。我们先说结论，这款缺点就是球冠松动，可动比较捉急，优点就是配件可以收纳，变形体验不错，加上它有迈凯伦的正版授权，车型足够板正，喜欢小车的伙伴们有福了，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个人挺喜欢这款的，对于这款的评价也是偏正面的，毕竟球冠松动都是后面可以解决的问题，涂脸这个丙烯加固就好了，变形及车型设计不好那就是真不好了。聊聊设定吧，之前叫 Widowmaker， 这次发售又改名叫 KSI Widow， 可能没过审啊，我还是喜欢原来那个名字 Widowmaker， 意为这个寡妇制造者，跟我们守望先锋里面的黑百合同名啊，也跟撸啊撸里面伊芙琳的外号是一样的，都叫寡妇制造者。有意思的是啊，我们翻出它这个最早的设定稿之一，可以看到它跟伊芙琳一样是有这个尾刺的，造型这方面也有呼应。这版的这个造型更偏向人形美型，几乎是看不到车的零件，但细看呢就能发现啊，帕加尼的尾灯就在肩膀这边。没错，它一开始载具设定就是帕加尼，跟我们毒刺一样，而且原定在电影里面它的地位是代替毒刺的这么一个小反派的，原来是没有毒刺的，后来为了给这个大黄蜂做一个对标，也为了让大黄蜂外形得到一个升级，有个对照组，这个毒刺它就上位了，飞岸就不了了之了啊。可以看到去年这个流出的图是这样的，当时也觉得他会用帕加尼那一版。我们看到这一版的这个概念图，人形美型轮廓没有上一版那么清晰了啊，加了更多车辆的细节，帕加尼标志的前嘴还有车灯都在这个上半身有所体现，只不过那时候还是红色的啊。后面通过国外大佬 PVP 这个爆料告诉我们它是橙色而并非红色的，而且车辆载具也不是帕加尼，这张换色图也就出来了，已经接近我们手头这只的形象了啊。后因又有推特上爆料得到 PVP 的这个确认，我们才知道啊，它的车型原来是迈凯伦 MP412C 啊，很经典的一款跑车。后面讲车型的时候我们会细聊啊。然后就有 P 的最终概念图了，跟我们手头上这只大差不差了。它在变4里面其实是有镜头的啊，只不过没变形，估计也是懒得建模了。建能工厂里面一堆那个模型在利用的嘛，单独给它建模成本就上去了。聊完设定，我们就看看这个盒子吧。25年统一的这个包装风格，盒子上也有它的这个图，这边就是官方确定的最终稿啊，也是有点敷衍吧。可以看到还是这张，头部有些许的区别，车灯还有前嘴居然还是帕加尼的造型，有点不尊重你授权方迈凯伦了吧。后面是这个建能车间的场景啊，因为有车辆授权，所以这次的这个车型是重点摆在最前面。先看人形细节吧，头部这里实物真的我非常满意，做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啊，既没有概念图上那种恐怖谷的效应，又没有强行把建模做成玩具的那种生硬感。说俗一点呢，就是做的不丑啊，实物比官方概念图好看啊，这也是比较稀少的了。如果是电影里面的话，我肯定最喜欢这版的概念头啊，但是实物的话，这个就很不错了。可惜呢，就是没有刻画出一种凶狠的感觉啊，看上去不是那么危险啊。当然也可能给人这种感觉啊，让你就是靠近他就把你嘎了，也符合寡妇制造者这个名字吧。辫子有点这个埃及艳后的感觉，材质是这种塑料的，没用软胶有点可惜啊，导致这个低头幅度不是很大，正常状态就这样了，最低了啊，再往下就会回弹了。后脑勺是这样的，辫子在后面的支撑柱有这个刻画啊，是分开的，造型有一点点割裂吧，
身体刻画就如此这般啦，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这个真人式的风格。手臂连接这一块采用的是这样一个关节，避免穿帮的同时呢，又对这个侧面身形有这么一个勾勒的效果。手臂对照设定图也能看到这3个尖刺有还原的，这个尖刺的给我感觉就像是大黄蜂和毒刺的那个圆盘那个武器，风格都是一致的。臂炮人形握持就是通过手臂的卡槽按上去，就是这么一个效果。看到腿部这里，大腿侧边装甲会有一点点干涉，把它拉出来换个角度就好了。这里是装甲轴的固定位点，占用了大部分大腿内侧偷胶的地方导致这个偷胶看上去不是很明显，就是也有一种齿轮的错觉但这个价位现在的 D 级不可能有齿轮关节了。小腿设计的比较大，概念图观感很不错，但是实物因为版权要保车型还有预算的原因，这样片片叠也是最优解了，取腰接地是无奈之举。背后的话比较清爽，车门收纳很不错，观感方面是很棒的。累赘就集中在小腿这边，屁股这里有个洞，是变形跟上面结合的卡扣。我觉得如果把它的武器做成这个鞭子也未尝不可，符合这个人设。不用的时候呢，就收纳在尾部，也还原最早的这个设定图，感觉还挺好的。身高13厘米，头部这次不能360了，两侧转动最大就是这样，抬头如此，低头最大幅度是这样，平抬幅度超过90度，大臂有平转，曲肘最大90度，造型手不可动，前踢90，后踢也是90，打开侧裙夹侧踢大约60度，屈膝90度不到。有意思的是，这块膝盖夹居然可动，分件用在这不如给车灯透明件。脚部接地是没有的，挺可惜，略有转腰以及弯腰。原型看差不多了，我们就进入它的主菜吧，变为迈凯伦吧。冷门出精品啊，这个定理无论是用在孩之宝还是万代上面都适用。我们的迈凯伦 MP4 12C 就变好了，变形逻辑十分之清晰而且好玩，车型还是很板正的，授权发力了。整体看一下，最出戏的肯定是车身上一长条缝隙边路看了直呼内行。车身长 11.5 厘米，宽5厘米，高 2.8 厘米。简单看一下正面吧，车灯是珠光白涂装比较可惜的是没有用透明零件，看不到里面这个灯珠的刻画细节但其实也没有这个灯珠刻画细节就是了。想要透明车灯分件也是奢求了，这不是10年前的孩之宝了，更何况还有授权的钱要出能省的地方就省吧。授权了，车标不能少，刻画还是比较清晰的，前嘴也是非常标致，很帅。车侧面就是如此，几乎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屁股这里因为变形的脚收纳会凸出来一小块，破坏了这个整体的流线感，但不是非常明显。可惜就在这款的标志性的蝴蝶门它没还原，但也不好进行一个还原就是了。细长的后视镜也不太好做，毕竟体积这么小，一碰就会断但好歹它有后视镜，很多变形玩具都没有后视镜。结构原因，内饰是不可能有的，前备箱能打开，但是一打开整个车就掀开了，没有细节。后方引擎盖给到的这个透明车窗，两侧有散热口的细节，看不到这款的这个大 V8 细节了。但武器收纳在这，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点点这个灰色的这个细节，就当是它引擎吧。武器收纳也是这款良心的一点吧。车屁股对比一下，这款其实孩之宝并不是没做车灯，
而是原车设计就是这样的，隐藏式的长条状车尾灯，不亮的时候就看不出来。玩具没涂装，你就把它理解成没有启动吧。当然，孩之宝其实可以涂一个红色长条，代表尾灯，它就是不涂。这个就没办法喽。车屁股标志性的这个镂空尾翼，它也没有还原，这里打了一个轴，不太好做成这个镂空的，要保证人行脚后跟支撑强度。但这些小问题都不影响整体的这个外观效果。车底盘收纳也是规整的很呐。低底盘的跑车变形玩具最考验收纳了，这款滚动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刻意调整，变形完自然也就调整好了。车轮也有用心到，前轮窄后轮宽，非常细节啊。这款车辆原数据，前轮胎宽235，扁平比35，子午线19英寸的轮网，后轮305，扁平30，子午20英寸轮网。玩具的话我量了一下，其实是对不上前后这个轮胎和轮网比例的，但是能做到这个意思它就足够了。整体采用了橙色，是迈凯伦的品牌经典色之一，估计这也是不用红色的原因吧。车型非常非常经典，12年的一款车，中置后驱，搭载这个 3.8 升 V8 发动机，100公里 3.3秒。设计师的话，相信喜欢车的小伙伴肯定不陌生，是我们的 Frank Stephenson， 大名鼎鼎的迈凯伦 P1 就是他设计的，而且他在 B 站还有号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此次玩具采用的造型是 MP4 12C 的 Coupe， 也就是硬顶版。同样经典的这款车也有 Spider 版，也就是敞篷。当然了，变形玩具做成敞篷难度也是太高了。这款车对于迈凯伦来说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在 F1 沉淀过后，迈凯伦重返中置发动机超跑领域，之前和宝马合作还有和奔驰合作积累的这个经验，让迈凯伦拥有了真正意义上自主研发自主建造的第一款走量的这个超跑，就是 12C 了。当时它对标的这个竞品呢是隔壁法拉利的458，号称性能、安全性、舒适性都要超越458它的硬顶还有敞篷的数据都比458要好，要稳定。好玩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迪诺，我们的迪诺也是法拉利458呀，这你说尴尬不尴尬是谁的 SS 玩具没有拿到车型授权呢？是谁的数据被这个废案寡妇制造者还要压一头呢？我们迪诺要哭晕了，这点还是很讽刺的。当然了，这个法拉利的版权大家都知道出了名的难搞，孩之宝也许是面子不够大，或者就是他根本不想拿，这点我们就无从得知了。当然了，如果拿到版权，玩具价格又是另说了。好了，今天扯得有点远了，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车辆，平时也爱好看一点这方面的东西，加上难得遇到品牌授权的 SS 线产品，那个变3千斤顶就不算在里面，实在是太丑了。而且我本人对奔驰其实没什么感觉，就没入。后面也许会做真实载具系列的玩具吧。那个 GTR 的擎天柱我就很喜欢，以后做的话也跟大家多聊聊。这款玩具我其实是比较喜欢的，我个人不是很在意它的可动缺陷，单纯有真车授权就值得我去买单了。更何况它的变形还这么好玩，真的是一辆合格的精品小车。可能不适合在意人形和可动的朋友，但喜欢车型，特别是喜欢真实载具的小伙伴，这款真的很不错。我给它的评价比较高，而且带有我个人的感情色彩在里面。相信能看到我吹到这的小伙伴一定很义气了。各位老爷不妨点个赞，有条件的来个3连。本频道无广无收米，单纯用爱发电，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再一次感谢本月充电的朋友们，以及出我玩具的这个张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bye。